大罢免以后，绿营是内斗吗？传出来说，潘曼安总统府秘书长劝柯建铭，哎呀，时间到了，退位吧。柯建铭只回6个字：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讲话都不讲，随便你们啊。那说呢，徐国勇昨天还召开跨派系会议，传达赖清德的意志，他们不排除发动联署把柯建铭换了。你赖这边不走，对不对？我们联署把你换掉那这个他们这个昨天有好几个派系的头开会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其他人就不爽了，就是说你不是党团自主吗？怎么派系开会呢？为什么由派系来开会，派系来决定我们呢？所以不爽那郭国文说他已经联署要党团干部改选了所以这个高层出招要逼退柯建铭联署书是这样子的。大罢免虽然是公民自主发起活动是骗人的但本党身为罢团的后盾，经过社会利益社会力的激荡，功败垂成。什么功败垂成？差远了。结果呢，与预期鲜有落差，这个是真的，导致舆论检讨不断，支持者失望沮丧。所以呢，为了表现我们回应民意的决心，你看行政团队也改组了所以呢，我们党团应该考虑这个改组然后呢，来用全面的这个全新面貌迎接新的会期。所以呢，从总召已降，就包含总召立即在本会期重新改选也以示我们再出发的决心那 B 现在叫民进党这些党团成员签，王世坚签了，但是他说我已经签了，但是我对柯总召的最后温柔永不止息这里讲废话了吴思瑶说我没有收到要我签我干嘛签呢？还要签多难看没有人敢拿给我签吧？我是跟他一起这个在这边战斗这么多年，对不对？你叫我签联署我已经讲过了，我辞就是了，你们还非逼他林岱樺这个时候逆风挺柯建铭了，说不参与任何针对性的联署不参与联署而且呢，现在说多数民进党立委是拒签联署书，因为你太过分了，这怎么是柯建铭一个人的责任嘛？1月13号选完，1月15号柯建铭自己说就跟赖清德这个卓荣泰他们这些讨论怎么样罢免，那你们都同意刚刚美丽也讲谁讲青鸟飞出来，不是赖清德讲的吗？谁讲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民主，就是他认为罢免是更大的民主。当时我讲说乱扯一通，你懂民主不懂民主罢免是不得已才拿出来的，什么用？那刚选完用更大的民主然后不是还发了那个党团还做了决议，赖清德签名，叫党团干部去帮忙嘛，联署等等，怎么你都没有责任呢？怎么就是柯建铭一个人？柯建铭一个人胆子再大敢这样做吗？所以呢，很多立委也知道你们这个什么意思对不对？狡兔死，走狗烹何况狡兔还没死走狗就要给他烹了。所以萧锡成就说派一堆虾兵蟹将出来逼宫刘一龙说柯建铭他不愿意当战犯是没有责任，但是曹兴诚、沈伯洋也是一样怎么他们都没事，就柯建铭一个人责任呢？我们看一下。如果党团做改选，我相信会更符合社会的期待。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的去留，总统这话应该说得很直白，只差没把柯建铭3个字说出口，但似乎就怕他不请辞，传出总统还要秘书长潘孟安进行劝说。来报告预算了潘孟安拒绝回应，不过党内要柯建铭知所进退，可说是兵分多路。一份提前改选总召的联署书也被流传出来。据了解，是党秘书长徐国勇在27号的会议中要各派系拿回去讨论。我已经签了，最后的温柔是永不止息了。我已经签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党团内部来做决定。我现在还没有收到这样的联署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文件。不会本党团应该会有理性的讨论。而拒签的还有林岱樺，因为他认为不应该把责任都归咎在柯建铭身上。看来各派系的声音拉扯中，至于和柯总召相处1年半的干事长吴思瑶，但也应当没有人敢拿给我吧？跟总召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这么久的时间，
那确实没有人来跟我提及这个联署，也没有人拿来给我签不签。用联署换总召，虽说是党团自主，但总统的接连出手，这恐怕也是总统意志下的党团自主。来，林浩，我们刚才那一段在讨论美国跟印度正在过招，所有的财务跟这个筹码，可是民进党在自己过招啊，现在是赖柯政争这是启动这政争是全部的逼宫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在这一年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柯建铭总召在立法院有多嚣张。朝野协商的时候，从盘古开天开始讲的乐乐等，没有任何法案可以讨论。然后呢，他拿那个拐杖在立法院东敲西敲，东西被他敲到，然后徐巧芯的手还被他打伤，这就是过去大家看到的柯建铭。可是呢，你可以看到莱尔校长那一个车里面，坐在莱尔校长右手边的那个是谁？是柯建铭啊。可开车的人是谁？还是莱尔校长嘛。就算柯总召再怎么厉害，你一个人可以决定行政院的卓荣泰怎么做，去讨论总预算案要复议，然后你可以决定民进党中央林右昌要怎么样跟曹兴诚在各地发起大恶霸，你可以决定总统府赖清德要叫青鸟飞出来，有可能吗？显然这是一个集体的共犯结构嘛。所以我觉得昨天听到赖清德的嫡系这个郭国文跑出来讲说，这个柯总召假传圣旨啊，所有的人都打一个问号。你不是嫡系吗？金上不就是在你隔壁吗？如果他假传圣旨，你转过头来说，赖总统他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这样意思吗？不就解了吗？所有人都可以说假传圣旨，就你郭国文不行。所以你今天看出来，赖总统出了3招。第一招是叫这个徐国勇上来之后就发出这个党团的联署书。第二招是所有的新系、英系跟所有的地方县市议员希望党内有改革。第3招是叫潘孟安直接去找柯建铭说你可以退了啦。这3招在说明什么？说真的，现在赖清德他怎么不拿起电话跟以前过去他担任干事长一起共事的柯建铭说，不然你下来啦？这3招在演什么？在演说过去这1年我赖清德是被柯建铭绑架的，所有的战犯，所有的罪魁祸首是柯建铭，不是我赖清德。他在用这3招告诉大家，战犯是柯建铭，不要来找我，把最大的仇恨值锁在柯建铭身上，他就可以安然下车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柯建铭也不是这个吃素的，他在他的脸书写说。前面是写说这个相煎何太急，今天又写说无声胜有声。可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叫做莫忘风灾跟关税啊，意思是说你不要怪我老柯一个人。过去在台南，你赖清德的本命区，你自己风灾叫人家爬上屋顶，你都没有搞定。你的关税32%谈到现在没有下文，20几%，那到底结果是什么？我们要投资什么？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内斗，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因为台湾现在还在处理美国关税，还有我们所有的农产品跟半导体232的内容。可是民进党斗成这样呢，我觉得全民胆战心惊啊。通常发生事情都要那个带头人要事先负责的，这样以后人家才替你拼命嘛。那就先推给别人呢，对不对？这件事情大报免之是，也许是柯建铭先提议的，这是有可能的。他们是看到哇，那时候高雄市长韩国瑜好不容易当选，把他拔掉，成功了，吃到甜头了，好来搞这些人。但是全部是他吗？他有那么伟大吗？你们这些人都没有一起下去搞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现在他要叫他负责任，不是很好笑吗？对不对？当时甚至他之所以有能力，也就是因为你赖清德在那边带头喊嘛，青鸟飞出来，青鸟飞出来，更大的民主才会有动力嘛。那现在你就怪他，对吧？而且刚刚林涛讲说到台南看那个屋顶，我真的笑死了。那天我看电视转播，赖清德爬3阶，有没有爬3阶？我旁边都围着他，生怕他跌倒，龙体不可以摔倒那么老人爬都自己爬，谁扶他？好笑的是屋顶上，我算了一下，那一个屋顶多少工人上面，你知道吗？8个。你们什么时候看过修一个屋顶有8个工人在上面？全部摆出来，因为你摆个3个已经很多了，通常是1个人、2个人了不起，8个在那屋顶上是作秀第一个作秀太明显，第二个也太不会了吧，太好笑了啊！洪庭，我觉得
柯建铭对赖清德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完全刷新了我对赖清德的这个的看法，就是说，你一个总统他到底认知什么问题，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他现在做这件事情，他到底想要跟全民传达些什么？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懂。从团结实讲到不是多数就是赢，到科学问题不能科学不能用投票解决安全问题，到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全民其实726、823，大家都在用选票告诉你，就是说这个国家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我们应该要 focus 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结果你现在的回应是党团自主改选，那到底你想要解决些什么？到底你想要跟全民讲些什么？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整件事情上面让我觉得很奇怪，特别是像刚才民进党自己内部在联署的这个文件里面，我也看不懂他们想要表达什么。这里面的表达是说，你是说你们726不够努力，还是你们太努力了？你们想要跟谁交代？你们想要认错？你们想要跟谁说对不起？你们是想要跟稳定的多数去讲对不起，还是在跟激进的少数讲说对不起，我不够努力？在这整个里面，你看不出来。其实一个理想中的状况，这个政府应该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接受726跟823全民的一个呼唤，告诉我们说这个国家应该要回到正轨，我们要解决我们过去为什么会被这些激进少数绑架的这些问题，而这些我在所有的领导人的话里面完全没听到啊。那你看到这件事情，我唯一看到的事情是柯建铭能当万年总召，不是没有他的手段跟他的手腕。这让我想起当年陈信宇讲的话，就是你们谁没有拿过我爸的钱？但是你又看到了党团7长里面开始有跳船的这个动作，这表示什么？背后有人在操作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民众难过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你还是没有给我们一个726跟823的解释，你还是没有让这个国家往所谓的真正应该要走的方向去走，而你们还是在干嘛？还是在专注在内部斗争，跟你们未来即将要进行的这个初选上面。你现在看到电视上已经有很多这个市长初选的这些广告了。我觉得民进党在这整件事情里面，让我看到真的是荒腔走板。再来就是赖清德让我看到的是危险，一个领导者完全没有认知到他现在最应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他现在还沉浸在所谓的要把这些要去做这所谓他自己的改组。我觉得他只是想要换掉小英的人，换上他自己的人而已。我觉得这是最恐怖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内阁改组哦，4个部长其实只能算3个了，因为体育部是个新的哦，然后呢一个主委异动，其他都是次长啊，号称我们16个人哦。那而且呢，基本上比较是技术性的啦，什么经济啦、什么国发等等数位啊，是比较技术性的啊。真的那种跟意识形态有关的，一个也没动。为什么都是赖清德喜欢的嘛？什么内政部长啦，对不对？哦，教育部长啦，哦，甚至呢法务部长啊，跟政党意识，大家都觉得绿营就是这个大案小办，蓝白就是小案大办哦。那赖清德说有4个优先目标：经济发展、民生、青年、弱势要优先哦。那另外呢，这个周仁泰说，大家有很多批评啊，国人的指教我们都要面对啊。我们的新内阁的是要加速行动，积极认识，有感施政啊，让你们有感啊。周仁泰说，给我们时间。我有信心哦，已经过了1年多了哈，所以呢，我讲说是小风吹啊，小打小闹小风吹啊。那另外呢，这个2.0就是换了第2次了嘛，照样是意识形态至上，就我刚讲的，你几个主管意识形态的，对不对？教育部啊，内政部啊，然后呢，掌控司法的法务部啊都不动嘛，那黄国昌说，刘世芳内政部、司法郑明先，还有呢。卫福部次长吕建仁，因为我想次长就不讲，因为他讲说呢，剿匪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所以你们这些都是匪，要被罢都是匪啊，没成功啊，那这个是很可恶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陈培哲说，偏执路线的部长没人下台，就是我刚讲啊，就你下台那些人，其实好吧。那民进党团说，我们还没上任就唱衰我们不公平啊，什么叫换汤不换药，对不对？为什么就唱衰我们呢？
那另外呢，尤文农说这是一场障眼法跟烟火秀，搞几个部长就来障眼法，然后呢放烟火，就以为说把老百姓给骗了。我们看一下。带领新内阁成员亮相，行政院长卓荣泰说心情很激动，但料16位新阁员尽速就位跟上团队，而和自己朝夕相处的秘书长要转任经济部长，卓院长更是离情依依。过去15个月来，我跟他说是我们朝夕相处，有时候是升个1个礼拜7天都会见面，早上开始从午餐吃到晚餐都在飞机上。看到各地去。不过这回新任政院秘书长是史上最年轻的前任总府副秘书长张敦涵，任务不同，卓荣泰也要他赶紧准备好。我也待过总统府，总统府好像在高山上守碉堡，敌人难得冒出一个头来，但是到行政院是每天在渡河抢滩。来回好几次。另外还有2位运动员入阁，李洋接任运动部长，成为史上最年轻部长。但细数 AI 内阁2.0，在野党质疑部长及异动仅5人，且多数为次长往上升任，包括健保署长石崇良升任卫福部长，书发部次长林宜敬升任部长。而剩下的改组，除了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行政院副秘书长阮昭雄，其他多位次长级的更动，让在野党批评，虽然人数多达16人，但特任官仅6人，真正重要部会只有3个。这种幅度。如果把它称之为内阁改组的话，那真的是一场大笑话。就是斗争内阁，就是追杀内阁，要不断的斗争在野党，撕裂台湾社会。所以说新阁员新气象，但大罢免的仇看了蓝白还没打算放下。香伦怎么看？这个改组当然没有意义啊，因为会引发这一次整个的政治上的一个巨大的变动的那能量的根源。就不在这16个人身上，顶多一个郭志辉的异动。对郭志辉来讲，我觉得也是得其所哉。我也不觉得他喜欢继续干经济部长这位置。像这样子的一个对民进党来讲灾难性的结果，我认为从内阁改组反映，就是他们对这个灾难有多严重，仍然呢缺乏认识。那我就简单的讲给了赖清德总统听这件事情。如果赖清德没有辞党主席，卓荣泰没有从行政院长移开，这样子的任何的改组都没有意义。如果你放了一个李洋在运动部，结果仍然在我文化部交给李远，也没有意义。这一次的大罢免，李远的文化部的角色是很重的，但是。所有的检讨的过程当中，我文化部安安静静，好像都没事。我一直说这次艺文界呢，几乎全部都了给全数的表态，赤裸裸的站上街头。文化部花了多少钱在里面？稍微修正一下，还是很多艺文界是反对这样做的。对了，跟绿营接近或拿他们补助的。但是艺文界里面啊，所有承受压力，但这不只是拿补助，而是艺文界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就是如果你不跟我站在一起，同台压力，那就不同挂。那个呢是会霸凌的非常惨的，只要不是挺罢免的，都被霸凌的非常惨。好，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看到现在的赖清德只是断尾求生。我们每个人的生物学的基本的断尾求生很简单，就是有一些动物的尾，它就是拿来断要求生的；有一些动物呢，即使它不是那个尾不是拿来求生的，你断了它的尾，比如说狗尾巴、猫尾巴，断了之后呢，虽然也很痛，可是对它的生命不会有影响。后来说呢，它可以保全的非常好，不影响它运动功能。现在所有被换掉的，基本上面就是告诉你们全都是尾而已。真正重要的，真正呢导致呢朝野之间激烈对立的那些人都还是在，因为这些人都还是在，所以就没有救。这一次的大罢免之后，它让台湾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什么样阶段？就是台湾开始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会强势的阶段。台湾的体制里面，长时间都是行政强势啊。不管你总统、行政院长，你的得票率是多少，反正基本上我说了算。立法院呢，基本上都被当作橡皮图章的聊备一格。可是这次大罢免之后，你看到古立言在823之后，马上去跟在野党呢去碰头，那个呢是一个弃赖论非常重要的讯号。从依赖到弃赖，古立言看到了什么？古立言呢，在这次大罢免之后，他知道完了以后所有。不管是军购也好，任何的重大的政策跟人事，没有国会的同意已经都没有办法动了。所以他非得要跟国会呢。过去我相信在野党应该很不管是民众党或者国民党，
你们应该会感觉到，你们已经被这些呢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台湾的政治力量已经冷落非常久了。基本上到了台湾之后呢，把民进党呢当作是唯一沟通的对象，唯一台湾的代表，而在野党，不管你叫民众党或者国民党，他根本就是呢聊备一格，理都不理你。可是呢，古立言在823之后呢，马上把这些立委呢找过来见面干什么？就是告诉你，所有的预算，你们不要把赖清德账算到我身上啊！美国跟你们关系呢仍然是很重要，国会强势的时代到了。如果连古立言都有这样的认识，请问你换了这些的阁员能干嘛呢？那些高度政治性的阁员到了立法院之后，请问他们能够在立法院里面干些什么？你把党团的这些换了之后也没有用。我说基本上面你已经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时空跟能量，但是你输了之后，你这种处理的方式呢，仍然是一种不服输的方式。你没有意识到台湾意外的从过去行政强势40%都可以呼风唤雨，可是很遗憾，大罢免结束了之后，所有在野党的委员现在每个人都有无敌星星。我未来3年我根本理都不理你，你有本事再来搞一次看看。好，那在这样子的一种的气氛下面，赖清德要如何让行政跟立法之间呢可以沟通对话？我觉得赖清德呢是完全呢没有做好准备的，要小心一点，就以为呢这种的方式呢，你受到了重伤，可是你只在伤口上贴一个 OK 棒。以为这样子呢就能够呢让伤口好，是不可能的。823对我来讲，虽然只是呢七席的罢免案呢被否决，可是823的所有的投票的结果显示，我觉得台湾的老百姓的厌恶赖清德的能量还没有发泄完。因为还没有发泄完，所以后面一定还有。你这种回应的方式，只会下一次呢发现了厌恶民进党跟厌恶赖清德的能量会爆发的更激烈。不久之后呢，应该就会看得到的。我记得每年刚好在这里哈，我昨天其实跟3个立委也讲啊，我说国民党一向就是温良恭俭让，罢免的时候呢不太敢讲话，也不敢反驳，该提的你不敢提，为什么？怕激起仇恨感。这还有道理，因为他用少数可以罢你多数。香龙讲，你们怕什么？在这混期里也不可能罢免你了嘛，你干到混期都没有问题嘛。你一定要记住，马英九第一次当选，因为票很高，3/4的立法院都是国民党的。哦，然后第二次呢是2/3，结果国民党能干立委在立法院干什么？民进党少数给你否决掉了，打架、否决、闹哦，然后呢妥协，这都没有了。所以下次让国民党很惨了，在立法院只有30几个立委啊，曾经有7、8、90个、7、80个，变成只有30几个。所以你现在既然选民等于是给你一个 mandate， 给你一个授权，就是说民进党不对，你们删预算就删，怕什么？文化界再怎么闹，那时候声势闹那么大，不理你就不理你，们影响多少人？你以为你文化界影响很多人了？如果你国民党罢完以后又软趴趴的，又要温良恭俭让了，什么事都跟他妥协了，我真的很严重的告诉你们，下次选举你们会吃到苦头，真的会这样的哦，一点都不错的。蓝轩。对，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我看不出来赖清德有真正认错、道歉、反省的这样的一个诚心诚意了哦。这个看来就是演假戏嘛。而且我后来发现呢，这个从上到下演技都很好。因为呢，事实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他不只是赖清德，不只是卓荣泰，不只是柯建铭，在一开始拟定了那么一个大罢免的策略。事实上呢，在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上场演戏啦。你说这个吴思瑶他们现在这个辞职的跟真的一样，他们当初不是跟着韩打喊杀吗？哪一个人没有跟着韩打喊杀的？大罢免大成功，大罢免大成功，你说除了一个什么王世坚跟旁边这些反对的，所以事实上代表每一个人都有角色，而且这些人都是成年人了吧？你说这些都是立法委员，你说他们这个都是被糊弄的吗？都是这个轻易的就可以被这个牵着鼻子走的吗？不是啊。所以每一个在过程当中都已经扮演他自己的角色，那到现在为止，在赖清德他也不认，然后呢，其他的人通通都推给柯建铭，这有道理吗？到目前现在也一样，你就看不出来他有真正的反省。所以当今天赖清德不认错的时候，所有的人，你坦白讲，今天卓荣泰是他挑的，然后呢，所有的立法委员未来这段时间提名也都是靠他。所以今天如果赖清德不变，底下的人不愿意认错，大家都在演戏的话，你认为未来的民进党会改变吗？他不可能改变嘛。尤其有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行政跟立法，我就觉得这个詹尊涵很神奇吧。在过程这个当中，在国会的总预算的批评的时候，是他中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造谣者啊。他不是讲说有4点多亿的中小企业预算，通通都被删掉了，这张尊涵说的啊。然后呢，事实上是假的啊。
那假的时候，只有前2天卓荣泰跟他说啊，有些数字搞错了哈，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说就讲过去了。问题是，如果一个当初在跟行政立法之间采取这样一个策略，然后呢说假话的人，为了要担任行政院的秘书长，你认为他跟立法院里面会好过吗？你认为民进党，你认为在野党在立法院里面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协调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整个来看的话，就是你从过程当中看不出任何民进党在这个过程里面是真的真心检讨的部分，更何况现在换上来的人，坦白讲，我觉得他们都，我觉得所有的民进党的所谓的反省跟改革都是用说的。16个人被你说的好像一副很厉害的，16个人真改了，16个里面1半以上都是副的根本不是主事者嘛，真正的只有真正就是5个人，3个加1个主委，有一个新的部长，一个就是秘书长，所以真的部会首长就是那几个，而且那几个部会首长，坦白说，就是目前看起来，如果说你真的有能力。在过程当中，过去关税这段时间，你说今天龚明鑫坐的位置，行政院秘书长不重要吗？他过去有在协调行政立法吗？也没有啊。那为什么他不需要引咎辞职，突然间还可以升官呢？我刚刚讲张纯涵不也是这个样子吗？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你真正认为在过去这段时间，民进党扮演的不好的角色，或者他做错了事情，在这一次的那个的改组名单上面，你看不出来很明显的功过嘛？他只有郭志辉跟刘进清勉强说是因为相关的关税问题，问题关税也不是他们去谈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经得这些，包括好像郑明谦，我还是认为郑明谦事实上是在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赖清德去追杀政敌的一个工具，可以这个样子吗？但如果说到目前为止，郑明谦一点都没有这个下台的可能性，然后昨天我看到在立法院还跟这个在野党的立委这个斗嘴到最后，那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了未来这样的一个可能用这种斗鸡手段的方式来进行朝野之间或者行政立法之间的这个过程的斗争，还是一样可能不可避免嘛。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就是我觉得民进党很简单啦，就很想翻篇啦，但是他也看定了我觉得可能老百姓容易健忘，希望未来这一党可能犯错，但是这个部分的话呢，我对于民进党来讲，我认为他们过度乐观了。我觉得现在接下来就在野党目前也要继续的拼这个下个会期，然后对于民众来说的话呢，不要轻易的就忘记这段时间民进党发起的这个太夸张的民主方式。去下再回来。